一枚编号 S71K 的灰色导弹在乌克兰战场上空划过一道浅浅的尾迹，它的名字在俄语里叫地毯，听起来铺天盖地，气势惊人。但据乌克兰国防情报局 GU2 2026年4月27日曝光的详细 3D 模型和电子元件数据，这枚导弹的真实模样远没有名字那么唬人。S71K 由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公司 UAC 研发，是这家以造飞机闻名的巨头第一次涉足巡航导弹制造领域，专门配给俄空天军的王牌苏57第5代隐身战斗机。据 GU2 披露的消息，这枚导弹在2025年底已完成首次实战，正式加入俄军的打击武器库。它有2个亲兄弟，一个是 S71K 地毯，另一个是更先进的 S7M 单色。地毯走的是一次性低成本路线，打法很简单，扔出去就别回来，而单色就高级多了。据军事防务平台全球安全网透露，它具备巡飞、自主识别、侦察拍照及精确打击能力，甚至还能飞回苏57的弹仓重复使用，区别明显。俄国人这就叫做既要便宜的耗材，也要智能的猎手，2条腿走路。但问题是，这条腿能不能站稳，就得看看它究竟几斤几两了。我们先从外往里看，看这枚地毯导弹的身子骨。根据 GU2 公布的 3D 模型和防务博客网站的报道， S71K 的主体机身采用了一种多层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内部结构用铝合金加固。说白了，这就是廉价的隐身外壳技术，用在导弹这种一次性产品上，目的只有一个，尽可能压低成本，压低雷达探测信号。什么是高爆破片战斗部？相信各位见多识广的大佬都了解过，但为了照顾一些新朋友，给各位做一个形象的解释。普通炸弹爆炸是把一个大铁坨子炸成碎片，碎片朝四面八方飞，威力看运气。而高爆破片战斗部是在炸药的周围预先刻好槽或者镶嵌钢珠、钢件，爆炸时这些预制破片像霰弹枪一样定向喷射，对人员的杀伤半径可达几十米，但对坦克、碉堡这类硬目标效果就很差了。俄军这枚 OFAB-250、270就是冷战时期的老式航空炸弹改装，但头部分用的可不是什么量身定制的新玩意儿，而是一枚货真价实的冷战老兵，连预制破片都是粗糙的铸造工艺，重达250公斤，由旧式自由落体航空炸弹改装而来，打民用设施还行，碰上北约标准的步兵战车，恐怕只能蹭掉1层漆。这透露了什么信息？俄军不是不想搞一体化战斗部，而是产能严重不足。为了加速列装，只能把仓库里的库存货拿来废物利用。毕竟工厂造一枚全新的高精度导弹需要无数精密零件，凭他们工厂里的那些老家伙肯定是做不到的。不过退而求其次的往一架老式铁炸弹上焊一对翅膀，那可是简单又轻松。这种做法的好处很明显，那就是快。它让一个几乎没有巡航导弹研制经验的公司在短短几年内拿出了成品，但缺点也很致命，兼容性问题。这种凑合的手段会使导弹在气动外形上做出巨大妥协，重量分布不合理，还占用宝贵的内部空间，导致燃料续航、隐身性能和战斗部威力全线受损。而且根据 GU2 的揭露，这枚导弹内部的航电系统也相当朴素，只有基础飞行控制器、简易惯性导航系统和一个电源装置。什么 GPS 抗干扰、红外成像末端制导、双向数据链，这些高科技模块是一个都没有。这里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惯性导航系统。通俗来说，就是你闭着眼睛从家走到公司，心里默数走了多少步，拐了几个弯，最后估算自己到了哪里，结果越走越远，偏得越离谱。惯导不需要任何外部信号，不怕干扰，但缺点是误差会随着距离越来越大，走100米差1米，走10公里就差100米，走300公里可能差好几公里。所以现代精确制导武器都会用卫星导航来不断修正惯性误差。美国用的 GPS， 俄罗斯也有自己的格罗纳斯，但格罗纳斯是什么水平？卫星老化，维护资金不足，精度比 GPS 差一大截。军用加密信号覆盖率低，连俄军自己都吐槽时准时不准。更关键的是 S71K 连抗干扰的 GPS 接收芯片都没有，用的还是普通民用级模块，格洛纳斯模块根本没装。一旦被电子压制，它的导航精度就会像蒙住眼的盲人在战场上随机散步。在当今战场上，这种导航方式极易被干扰。一旦乌克兰方面的 GPS 压制设备开启，这枚导弹完全有可能在战场上空随机撒野，根本飞不到预定目标。
要说 S71K 最大的笑柄在哪儿，非它的电子元器件供应链莫属。GU2 的报告摊开后，所有人都傻眼了。这枚号称俄罗斯国产的新型巡航导弹里，绝大多数电子元件竟然全都来自大洋彼岸。从 GU2 公布的元件清单来看， S71K 的零件出身跨越了半个地球，靠各个国家地区的努力，硬是众筹出了这枚俄罗斯最先进的隐身导弹，其核心部分更是大量充斥着欧美产品。这枚导弹装备的 R500 涡轮喷气发动机，别看名义上是国产，其燃烧式控制模块的核心芯片来自于美国德州仪器，发动机的状态监控传感器则是瑞士公司出品，控制系统的一些关键整流罩电路板同样印着英文名牌。尽管这枚导弹的作战范围只有区300公里，据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推测，R500 涡轮喷气发动机配合主油箱和2个侧油箱，也只能撑起这个短腿射程。就这水平，还得靠美国提供的电源管理芯片对电源进行精确控制才能实现，这就形成了一个魔幻的现实闭环。西方制裁断了俄罗斯的进口渠道，俄罗斯军工就越依赖走私零件，走私零件越多，导弹的生产速度就越不稳定，库存就越少，最后只能把老式航空炸弹绑上新外壳，塞进苏57的弹仓，赶紧送到前线交差。一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在五角大楼的简报会上坦言，制裁正在有效破坏俄罗斯的国防工业运作，他们消耗了大量精确制导武器，现在面临着严重的补给问题。一个连核心部件都无法自主的国家，有什么资格吹国产神剑？当欧洲各国在加快援助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时，俄罗斯人费尽心血造出来的隐身骑兵，却只能用着别人家的心脏和大脑，在天空中赌一把不被发现。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就连俄军现役的主力战机，他们的航电系统和导弹制导模块同样大量依赖这类走私零部件。苏34绰号鸭嘴兽，本来设计用来执行战术轰炸，结果在乌克兰战场上因为缺乏精确制导武器，不得不低空投掷老式铁炸弹，被乌军单兵导弹接连击落。苏35号称终极侧卫，拥有矢量发动机，机动性吹上天，但它发射的277空空导弹主动雷达导引头用的还是西方淘汰的芯片，在电子战面前经常丢失目标，打不中人。S70猎人重型无人机更是离谱，2024年就因为飞控软件的芯片断供，导致试飞失控，最终被苏57亲手击落。这些例子说明一个道理，俄罗斯整个航空工业的心脏都跳着别人的脉搏。但 S71 不只有一个型号，就在 S71K 实战的消息传出的同时，他的老大哥 S71M 单色则在另一个新闻里出了风头。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放出了一段新的作战视频，画面里一架俄军战机在极远的距离外发射了一枚导弹，发射后操纵员甚至没看着它落地，视频就切走了。而这段掐头去尾的高燃混剪，恰好把俄军隐藏的颓势暴露得一干二净。据报道，这枚所谓的 S71M 单色具备理论上的地形跟踪超低空飞行能力，配备了先进的光电系统，俯仰角度可达-20度到正20度。据全球安全网公开的资料，其雷达反射截面仅为 0.007 到 0.01 平方米，飞行高度距离地面20到75米，距离水面只有5到10米，配合高达 0.95 马赫的巡航速度执行防区外打击任务。但这段经过剪辑的高燃视频显然经过了严苛的条件限制和精密的后期处理才达到这种水平。因为早在2024年末，一架苏57曾发生过一次离奇误击。我们可以从防务博客网援引的消息看到，2024年10月，一架苏57正在为 S70猎人重型攻击无人机原型机进行护航测试。结果，由于 S70出现严重技术故障，在飞行途中失控，苏57被迫按照预先制定的紧急处置程序，直接击落了这架失控的无人机。一架第5代隐身战斗机在面对能够察打一体的智能化猎人无人机时，展现出的信息处理能力竟然如此混乱，甚至需要直接物理毁灭来防止泄密。就这样的配合，还能指望他们带领一群 S71去挑战现代防空网吗？更关键的是，跟美国同行比起来， S71K 在同级别射程内的隐身能力和突防概率都矮了不止一头。大家熟知的美国 AMG-158 GESSM 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早在2003年就已列装，基本型射程达320公里以上。增程型 AGM-158B GESSM-12
更是达到了让人惊叹的1000公里，战斗部450公斤。在他面前 ，S71K 就像一个发育不良的瘦弱火柴棍。美国人武器的核心芯片能抗干扰，双向 GPS 导航，专挑硬目标下手，而俄罗斯人还在研究怎么把铁炸弹绑在导弹上，飞得远一点。远在非洲执行任务的美军 B-52轰炸机都能通过数据链引导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精准打击上千公里外的海上移动靶标，这就叫代差。面对北约强大的电子战压制作战环境， S71K 的表现大概率会像俄军曾吹上天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一样，在乌克兰被爱国者拦截多次，实战中被乌军狠狠地打了脸。俄军为何要花大力气列装 S71K 这样的低配导弹？答案其实很残酷，因为更豪华、更强大的那些手下败将，俄罗斯如今一个都造不起了。据乌媒援引军事分析师报道，俄军的战场精确制导武器补给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程度，制裁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掐断俄罗斯军工联合体的集成电路、处理器和传感器供应。如今就连某些伊斯坎德尔 M 战役战术导弹的月产量也已不是秘密，相关企业与生产线甚至遭到了乌军的精准打击。2026年3月，媒体报道显示，俄罗斯的导弹能力正在萎缩，伊斯坎德尔 M 和 KH-101巡航导弹的产量均出现下降。国防工业中的电子和光学增速在2025年底已跌至约 1%， 武器生产一度陷入负增长，打一颗少一颗，产一颗亏一颗。在这种背景下， S71K 这种能省则省的导弹就成了一款战略安慰剂。它看似给苏57这个空中花瓶配上了一把还算趁手的标，让俄空天军拥有一款勉强看得过眼的防区外打击武器，提振一下内部的宣传士气。但是俄罗斯的大部分巡航导弹都打不进传统意义上的纵深目标，就像他在用乌克兰战场上的那些口径导弹一样，甚至连关键的电子元器件都是靠洗衣机芯片改的。未来当 S71K 装上真正的北约化多层防空网，它那孱弱的突防能力究竟能撕开多大的口子，实在是迷雾重重。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 S71K 到底是一个实力干将，还是又一个俄罗斯军工自欺欺人的杰作？答案就藏在那些密密麻麻的进口芯片里，藏在那些50多年前生产的旧铁炸弹里，也藏在那串看似很有面子实则毫无底气的参数里。从沙俄时代到今天，俄罗斯始终没有摆脱依附西方的军工宿命。苏联解体30多年了，他们依旧没有建立起能自给自足的国防工业体系。一枚引以为傲的国产隐身导弹，拆开外壳，芯还是进口的。这不仅是技术的失败，更是一个国家在战略上甘愿守成的悲剧。依靠着打击写实的低级错误和虚张声势，或许能暂时维持自己的强国身份，但真想靠几枚贴牌导弹就想撑起军事大国的架子，不过是打肿脸充胖子罢了。感谢各位看完这期硬核分析。各位觉得那么由各国零件拼凑出来的 S71K 未来还能在乌克兰战场上持续飞多久？苏57没有导弹补给后，它飞上天还能干什么？靠着拆旧零件造导弹，俄罗斯还能撑多久？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别忘了长按点赞，一键3连。咱们评论区聊聊，下期再见。